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夫妻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却像陌生人一样各过各的生活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亲密，只有冰冷的对话和精确到分钟的家务分工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而是如今中国一线城市越来越普遍的现象——干婚。让我们来深入了解一下在中国悄然蔓延的干婚表象和根源，以及它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困局和体制难题。您好，这里是新网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所谓干婚，通俗地说就是干巴巴的挂名夫妻，本质上是一种婚姻的空心化，有形式无内容，有伴侣无情感，就是空壳婚姻。虽然法律上仍是伴侣，生活中却像两个独立的个体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一线城市，尤其在上海，这种婚姻形式在迅速增长，并向全国蔓延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海干婚家庭比例已经达到 15%， 甚至网络上已经出现假结婚的灰色产业链。典型的干婚状态包括3个特征：第一，情感冻结，干婚中的2个人无肢体接触，性冷淡，回避眼神交流，情感处于荒漠中，2人之间存在很大的沟壑。第二，交流匮乏，交流仅限于水电煤、快递谁取、垃圾水道等等家庭事务的分工，其他无话可说，在一起就是各自刷手机、追剧，没有任何情感交流。第三，绝对 AA 制，房贷 AA 制、育儿费用 AA 制，甚至宠物粮都精确分担，各自掌管各自的金钱，家庭开支一律平分，纯粹就是为了搭伙过日子。一位上海白领在网上诉说，自己好像是在给婚姻打工，和老公 AA 制公房，周末轮流去双方父母家值班，就连怀孕生子都好像在完成关键绩效指标。这段婚姻未能滋长他成长，只留下了疲惫和不甘。最极端的案例是上海一对年轻的夫妻，他们不仅分房睡，还用共享日历应用程序安排家务，甚至猫咪饲养的责任都精确到 Excel 表格。周一谁铲猫砂，周三谁带猫去体检，每次猫粮的购买金额由谁承担。高效运转的家庭却看不到半点烟火气和温情，更像是一对家务合伙人。还有一些夫妻甚至在婚前就签署详细的财产分配协议，从房产归属、家庭分工、未来育儿计划等都清楚地量化。这些看似理性的准备，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对婚姻关系的低信任度，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一起，而是预设了万一走不到最后的分手剧本。干婚是被迫在不爱中继续绑在一起，是一种不得不维系的疏离关系。它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制度与生活成本叠加下形成的系统性困境。干婚现象的最大推手之一是现有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。首先，中国的户籍制度仍然严格按照家庭单位来管理，尤其在一线城市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，配偶关系成为落户的重要通道。没有婚姻关系，跨地域落户的门槛非常高，婚姻因此成为户口迁移的重要工具。其次，婚姻是购房政策的杠杆，在中国一线城市实行房产限购政策，购房资格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核算。如在上海，一个未婚人士名下已有1套住房后，不能再买第2套房，但如果结婚，就变成以家庭为单位核算，夫妻名下可共有2套房。第三，婚姻决定孩子的上学资格。在中国很多城市，学区入学政策规定必须是合法婚生子女，并要求父母一方或双方在本地有户口或房产。因此，有部分干婚形式是为了让孩子顺利落户和入学。第四，医疗报销与医保转移，婚姻身份才能绑定权益。在一些城市，医保制度允许配偶之间相互使用对方医保余额，以及转诊、陪护申请、重疾报销等。夫妻关系都是优先认定的亲属类别，否则就无法享受这些政策便利。因此，在中国现有体制下，婚姻成了资源系统的通行证。如今，这些也同时成为干婚的重大推手。
此外，再有就是离婚的损失令人难以承受。一线城市为例，上海房价动辄5到6万一平方米。离婚意味着住房资格、房屋产权、孩子学区资格等全线受损。一旦离婚，居住成本可能暴涨近60%。也有一些人面对干婚状态，尽管渴望离婚，却卡在冷静期、举证难、亲属干涉等制度性门槛。如何界定情感破裂？法律并没有明晰标准。干婚的另一个重大根源是经济压力与生活节奏的全面碾压。首先，快节奏的生活带来的经济压力，如今高房贷、车贷、生活开支几乎压得年轻家庭喘不过气。买一套房往往意味着至少20年房贷。许多夫妻从走入婚姻那一刻起，情感空间就被生存焦虑全面取代。更现实的是，夫妻结婚共同买房，离婚后一人就面临租房住，另一人又供不起这套房子，只能生活在现实的尴尬中。再就是职场高压，剥夺了经营情感的空间。在996或更高强度工作制度下，年轻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，加上通勤，剩下的时间只够休息。维系亲密情感的空间被极度挤压，缺乏情感教育，不懂得如何维系夫妻关系是另一个根源。从小到大的教育体系中，没有教人如何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。很多年轻人进入婚姻后，情感经营能力几乎为零。干婚并非零成本，它正在从3个层面侵蚀社会根基。个体层面，长期的情感缺失导致心理健康问题普遍。调查显示，干婚状态的人群抑郁指数比普通已婚人群高出35%。许多人为了维系婚姻表象，不得不牺牲个人成长、更好的工作机会或社交自由。家庭层面，代价更为隐蔽而深远。尽管82%的父母选择为了孩子不离婚，但研究表明，父母关系疏离家庭中成长的孩子，心理问题发生率比传统家庭高出3倍。貌合神离的家庭环境反而加剧了下一代婚恋观的扭曲。社会层面，干婚直接影响生育意愿。数据显示，干婚家庭中80%不考虑生育，这无疑将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。预计到2050年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8.6%。同时，婚姻的功利化也在削弱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。显然，干婚是制度与现实交织下的产物。当制度将家庭作为社会福利的载体，它就注定无法承载人类复杂的情感与精神需求。要破解干婚困局，需要的是重新设计制度，调整价值观。也许未来的婚姻不在于有多少人结了，而在于有多少人愿意和能够去认真经营。是婚姻变了，还是人被制度改变了？在干婚时代，您还愿意相信爱吗？欢迎分享您的看法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